老人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实在对不住，要不我带你去看郎中吧。老头子不敢耽误您发财，不用麻烦了。我就一把老骨头，这商主好奇怪啊！只是这一碰，可能就几个月下不了田。为何红而不涨？实在是没闲钱去看郎中，要是方便，还望您能给几个医药钱。好吧。哎，等等，谢谢他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呦，你骗人，这伤是假的。你这伤就是用来唬人的，摸上去虽然微微发热，但是一点都没有肿胀发硬的感觉。而且你们看，这伤处色泽单调，边界又格外清晰，一看就是用烧制榉木树皮的法子伪造的。而且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老人家，他的眼睛眼白是白的。眼白不是白的，还是黑的呀？当然不是黑的，是黄的。人年纪大了，眼白是会发黄的。年纪越大呢，颜色就会越浑浊。人老珠黄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可是你们看他，眼白一点都没有泛黄的迹象。人是可以伪造体貌，甚至声音，可是这眼白的颜色绝对做不了假的。你看他那眼白。你的吧！骗子！大理寺，把人带回去。好了，都散了，别妨碍城门通行啊！走。什么人都有。先给他小心点。楚楚，是，你是大理寺的官？大理寺少卿景逸。见过景大人。起来说话。哦，这可不是平常人的东西。说吧，在长安干什么？我不是商人，我只是搭了商队的车，我是仵作，这些是我验尸的工具。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？吴家，你是不是眼瞎？让你看看谁眼瞎！我说你，奴婢拜见安郡王，奴婢瞎了眼，不知安郡王在此。大唐律，闹事跑马。啊，昨天不是考过了吗？怎么今天还考啊？走后门进来的事，连这都不知道。先前是合集考，眼下是安郡王的遴选考。谁要是能考上，我人就能进三法司给小金鱼做事。小金鱼，这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啥小金鱼，连安郡王都不知道。我是三法司大小官员都害怕的人。小金鱼。安郡王？什么小金鱼？
不能乱说。哎啊！本官念出名字的考生，随我进来。黔州楚氏楚楚，我是楚楚。端平拿稳，小心脚下啊！都利落点儿。景阁老，今日怎么没有见景少卿啊？安郡王点犬子一同监考去了。圣上下旨限期查破秘书郎的案子，算下来，这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。安郡王竟还有心思考什么仵作，真沉得住气呀！哼，年少狂妄！哎，韩尚说，慎言呐。安郡王也算是你的上官，不可不敬啊！上什么官呀？这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，自大唐开国以来，就是三司各尽其职，共掌着刑狱之事。可如今圣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专门为他设了个三法司，凌驾于我们三司之上。哎呀，我们三司的官员还要听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差遣，黄口小儿不知轻重。我是楚楚。你姓什么呀？我就姓楚，姓楚名楚，楚楚动人的楚楚，好听还好记。应考仵作楚楚。本场验尸考试有2道考题，诸项检验正确者为合格，能额外提供破案线索者为优秀。最终答卷以本官所做的记录为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你就开始吧。等等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验尸工具。这个是阴阳杵，以硬木为杆，削为一端粗一端细的锥形，两端各裹以棉布，细端是鼻腔，粗端探口烟。阴阳杵。这人既被火烧过，还被水泡过，手臂脖颈隐约有红褐色树枝状纹路，右手指骨有灰白色的骨珍珠，死者皮肉上的黄色脂膏不全是凝固的尸油，这是胡麻油的气味。死者男，年30有余，身高约5尺，尸体肉色焦黑，肢体蜷曲，死于大概半月前。死因呢？他的口鼻里应该就有答案。果然，死者口鼻中有烟灰，证明他是被活活烧死的。真是个好工具。此案性质如何？性质？他是自杀而亡，还是被他人所杀？他没有自杀，也没有人杀他，应该可以说是意外死亡。意外？死者颅骨骨折，脑缝开裂，身上虽然被烧得厉害，但是脖颈经过擦拭之后，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树枝的斑纹，这是被雷劈过的迹象啊！再加上死者身上有灼伤过后被水浸泡过的痕迹，所以他应该是在下雨前打雷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。半月前是盛夏，正是雷雨最多的季节。被雷击中，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？他应该是这么死的。死者应该是手里提着灯笼，走在雨中。哦，对了，他应该还背着胡麻油。然后，在雷击中树木的时候，他的右手恰好撑在了树干上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紧起来，好好说话。我就是模仿一下死者的死亡过程。有点意思。死者不幸被雷劈中，瞬间晕倒在地。刚巧他手中又有火种和易燃的胡麻油，火种引燃了胡麻油。就在他昏迷的时候，
活活把他给烧死了。这个人虽然已经烧得很厉害了，但还是摸得出，他的肋骨、手臂、小腿都曾经骨折过，而且不止骨折过1、2次，还都是伤在豁出性命跟人打架时候的易伤部位。如果烧得没有那么厉害，应该还能看到他身上的伤疤。就算脾气再差的人，也不可能3天2头跟人不要命的打架吧？除非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就只知道这些了。大人，我能验下一个了吗？细查。哎呀，景阁老，您有所不知，如今这安郡王拿去作为考题的2具尸体，皆是京中未结之命案，其中有一宗就是这秘书郎严明的案子。严明，死者男，年40有余，肉色黄紫，口鼻、胸前、2肋也有腐变，应是死于半月前。他心口那处锐器贯穿上是他唯一的伤处，也是致命的伤处。锐器的形状应该是尖头，脉杆粗细，起码有3尺长。这尖头、脉杆粗细、3尺长的凶器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你都能猜出这东西的样子，还推断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吗？这可不是我猜出来的，是我验出来的。我学过的呀。仵作之责，乃详实记录其所见、所嗅、所闻、所触。见之、嗅之、闻之、触之为知之，否则为不知。推演决断，非仵作分内之事，非有十足把握，不可妄言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什么？我是说，验出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只能说我验出的，其他的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能瞎说。我还知道一个，我知道他是被人杀死的，而且他知道凶手是谁。废话，怎么着？你还要把他叫起来问问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他认识凶手，凶手也认识他。行了行了，到偏厅考验伤去吧。谢谢大人。哟呵，还懂得仵作规矩，知道蒸醋驱味。王爷，这就是景少卿关照的那名女仵作。正是，王爷明察。若不是景少卿的意思，小人们岂敢放一个女子进来验尸？您官职不够进不去，就在这候着吧。陛下，薛翰林到。臣薛汝成叩见陛下。今日朝中文武对安郡王微词不少啊，你这个当先生的就不为他分辨几句吗？陛下，安郡王得陛下厚爱，为以统管3法司之重任，陛下自有圣断，臣无需分辨。朕将3法司交给他，就是看中他骨子里有他父亲萧恒当年那股子清正之气，但为官办案是2码事。秦鸾，奴婢在。朕记得当年萧恒察举西南逆党时，是你带人前去策应的吧？是，陛下真是好记性啊！陛下圣谕，剑南节度使陈英伙同驸马萧恒起兵谋反，就地诛灭。
可惜老奴无能，愧对了文宗皇帝的重托，未能将驸马活着带回来，老奴有罪。奴婢欲贤事宜，望陛下责罚。刚才就看你一瘸一拐的，莫不是刚挨过板子？谁打的你？陛下容禀，奴婢今日奉命出城，不慎冲撞了安郡王的车驾，这才遭安郡王的责罚，挨了顿板子。你们两个起来。薛青，你可要教给他什么叫做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教不严，师之惰，是臣失职，请陛下责罚。还有孙明德，要打要罚，自有内侍省管着。他萧锦瑜今日敢先打后奏，明日是不是就敢先斩后奏了？陛下息怒，安郡王只是年轻气盛，一时失了分寸。安郡王年轻气盛，你就该好好敲打敲打他。堂堂朝廷命官的遗体，竟然拿去做考题，若届时交不出什么说法来，群臣参他，到那个时候，朕连你一起罚。是。王爷，这景逸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严明的案子交给他半个月了，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您这一出手就有新线索了。这案子是有些难为他了。王爷，这个女仵作是您看中的？不，是景逸希望我看中的。景少卿，下一位考生已经在外面候着了。考题怎么样了？来了吗？没有，说是肚子闹得厉害，还在茅厕里蹲着呢。这闹肚子可大可小，找人去看看。让下一位考生等会儿吧。是。哎，你且老实在此候着，不得乱跑，不得喧哗，不得东张西望。待会儿考题来了就开考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里面考试的可是位女子？是王爷，进去有一阵子了。他额头带伤，是我的考题吧？哎，你就是那个活尸体吧？哎呦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都等你好半天了。啊！哎，大人，我的考题来了，我可以考试了吗？放肆！能。景少卿，景大人，考生和考题都来了。考题？行吧，既然这考生和考题都来了，那就开始。血域外还有均匀轻微的擦伤，应该是被一个扁平形状，打磨不太精细的硬木质器物撞击造成的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左手手背有一道手掌宽的淤伤，是重物挤压造成的，应该是人踩的，还是被男人踩的？掌根处的伤是手掌撑在平滑的硬物上造成的，这几处伤
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。起开！好了，你可以把衣服脱了。继续。不必了，你先前验的都对，推测的也对，我尾椎骨处确实有处瘀伤，不过你不必看了，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不行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检验单上一半还不够填呢。要是验成这样，我肯定考不好。你是考题，验不验你说了不算。你要是不乐意脱，我就帮你脱。他想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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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何时说过我是考题？你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我说过吗？没有。你明明就说了呀。我只说你能够开始考试了。廷义。下官在，王爷有什么吩咐？下官失礼，请王爷恕罪。王爷，你就是那个安郡王小金鱼？放肆！不得胡言乱语，还不向安郡王行礼谢罪？你的官比刺史大人还要大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以前没见过这么大的官，但我见过刺史大人。那年前州刺史大人上我们镇上的时候，我们县令老爷专门教过我们的，只要见到刺史大人就得下跪磕头。给刺史大人磕是磕一个，您的官比刺史大人还要大，我就多磕了几个，多磕几个够不够啊？师傅，您真是英明睿智啊！皇上一向赞赏萧锦瑜的铁面无私，您是怎么料定了今天他能向着我说话？韩季身为吏部尚书，平日里不得不听萧锦瑜调遣，心里怎能舒坦得了？知道他用朝廷官员的尸体来考仵作，必然参上他一本。他萧锦瑜平时里得罪的人，必然也乐得出来帮腔。莫说是思过，今天就是将这50板子发挥到他萧锦瑜身上，也是不无可能的。都说这萧锦瑜是足智多谋，依我看呐，还是师傅您技高一筹。哼，别说是一个萧锦瑜啊，那就是他爹萧恒在世。哼，哎呦，我这张嘴，师傅息怒。圣上今日提起了这事，萧恒跑了，给我追！快！这萧恒要是没死，那死的可就是咱们了。是，多动点脑子，少动点嘴，不然你小命不保。是。见过秦公公。哦，周将军，借一步说话。你寻个由头，亲自到三法寺去探探。是。王爷，前面的考试都已结束了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上面是否填写有误？都是我自己填的，没错。你是黔州关岭县平乐镇人。出自官宦世家，书香门第，家中世代忠良。是。一派胡言！你分明出自仵作世家，家中祖父尚在。你父亲没有兄弟，但你有一位兄长，你兄长还有一条狗。
你怎么连我哥有狗都知道啊？你身上的衣服偏大，还是半新的，用针线修改过，却没有裁剪，说明你是借来穿的。衣摆袖口有新旧相叠的狗爪抓痕，以你的年龄推算，不该是你父亲的，那最有可能便是你兄长的。这都能被看出来？衣服上有皂角苍竹的味道，既然有用皂角苍竹洗衣的习惯，说明这件衣服的原主人也是名仵作。这安郡王好厉害！仵作向来是家传的行当，以你刚才验尸考试时的表现来看，你对仵作行里一些偏门手艺颇为精通。这些偏门手艺与大唐律有所冲犯，必不是近年来所创。你能掌握这些手艺，说明你的祖上至少在太宗朝之前就是仵作了。全都说对了。面如冠玉，明察秋毫，掌管刑狱。你就是玉面判官？玉面判官就是六扇门的老大呀。六扇门的老大。来无影，去无踪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九大神捕俯首听命，天下案件尽在掌握的六扇门老大。江湖人称玉面判官，身边还跟着一位武艺精湛的神捕追魂刀。我不曾听说过这号人物，也没有什么江湖名号，你认错人了。可是，你简直跟玉面判官一样厉害。闲话少说，既然我说的都对，那你便是承认自己在这应考单上撒了谎，虚报了出身。我都是如实写的呀，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仵作，都在衙门当差，这不就是官宦世家吗？而且我家人都识字，我家里还有好多书，书香门第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有我家都是好人，从没有干过坏事，这不算是世代忠良吗？姑且算是吧。你方才验尸时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再解释一二。你方才检验那位被锐器刺死的死者时说，凶手认识死者，死者也认识凶手，你可是想说这凶手与死者是相熟之人？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如何知道？我怕我说不清楚，我能比划比划吗？可以。以死者的伤口推断，死者被害时应该是正面对着凶手的，就像这样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比划比划。武将，手下唐突，我替他向你赔不是。不要紧，不要紧的。我也唐突。就算死者是这么遇害的，这跟与凶手认不认识有什么关系啊？死者如果不认识凶手，那死者被害时的反应应该跟他是一样的，只要有一点挣扎躲闪，伤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整齐。这笔也就7寸长，可那凶器起码有3尺长，他能做反应的时间比刚才多多了。就算凶手再厉害，这样正面遇刺，他也来得及抓一下凶器。可那么长时间他却没有做任何反应，说明凶手是他绝对想不到会害他的人，到死他都不愿意相信。你对死人的想法倒是清楚得很。那当然了，死人跟活人可不一样，他们临死前想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都在他们身上摆着呢，比活人的心思好懂多了。那你从这死者身上还能看出什么？还有一点，不过我没见过死者被害的地方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不能瞎说。我可以让你去看看，你可愿？
我是看中他跟王爷的缘分，是吧？看上了。我说真的。小的叩见王爷。什么人？起来。小的是福生客栈的伙计，那个丫头片子，她一个仵作跑到我们那儿住店就够晦气了，她居然还跑了不付房钱，她还留了个破石头，说什么要去参加三法司考试。这石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个楚楚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就是想骗人赖房钱。不是，我没想赖房钱。我一早醒来发现钱袋不见了，又急着去考试，就先把这坠子压在客栈了。我在桌子上写了字条，还按了手印呢。我一挣到钱就会回客栈付房钱，把坠子赎回来的。赎这么块破石头，你糊弄谁呢？这不是块破石头，我看你分明就想赖账。我没有。他欠了你多少钱？王爷明察，算上食宿再加上灯油蜡烛钱，共是37文。小的句句属实。廷议。谢谢。王爷，还有呢，他一个仵作。嘿，你还得寸进尺了你！哎呦，这位官爷，官什么爷？少卿。少卿大人，您想啊，这要是换作是您愿意睡仵作睡过的床，用仵作用过的碗筷吗？我愿意。啊，吴江，你随他回去，告诉他们掌柜的，楚姑娘住的那间客房，本王长期包下来了，房中一应陈设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本王得空便去小住几日。是，我倒要看看，什么排场的客栈，连个伙计欺客都欺到我三法司门前了。王爷息怒，王爷息怒啊！小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钱小的不要了，小的告退。回来，坠子，还有他留的字条。走，官爷饶命！官爷饶命！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官爷，谢谢安郡王。我掏的钱。也谢谢景大人。等我挣钱了，我一定还给你。免了。闭上眼，又想起。远方的浮生的泪。